記住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即係點啊？即係話一個老人病得耐啦，再孝順個仔先冇孝子，冇心孝啊！再好個仔女先好翻噶啦。睇天老人日久見長無孝子，有咩咁嘅意思？有句俗語久病床前無孝子，相信大家都聽過呢句說話，意思即係話如果屋企有老人身體出現咗疾病，做仔女原本照顧父母係天經地義嘅事嚟嘅，但係時間一長，再好再孝順嘅仔女可能都冇辦法隨時照顧起居。咁事關仲有自己生活要過噶嘛，仲有自己小家庭要照顧，又仲要上班揾日喎。所以呢個時候對待久病臥床嘅父母，可能再孝順嘅仔女都會覺得不耐煩，甚至連人影都見唔到。呢一個就係久病床前無孝子啦。講明先啦，呢一句說話唔係話宣揚不孝，而係揭露咗一種社會嘅現實。孝道係我國從古至今都推崇嘅文化，正所謂百行以孝為先啊嘛。歷史上流傳落嚟嘅行孝典故多不勝數，例如話漢文帝就係歷史上出晒名嘅孝子啦。喺佢母親薄太后病重嘅時候，佢可以做到日夜陪伴左右，照顧到無微不至，就連煎藥都要自己親自試下苦唔苦啊，辣唔辣啊，確保安全有效先至俾母親飲。3年嚟做到不離不棄。現實中我亦都見過有位孝子，咁佢父親病重咗10年啦，佢可以幾乎花光晒自己所有積蓄，足足80幾萬幫佢父親治病。後嚟到佢母親出事咯，佢又可以將剩低嘅積蓄抌落去幫佢母親醫病。但係呢一種孝順喺現實中並唔普遍嘅，可能因為各種嘅原因，因為厭煩啦，所以冇辦法繼續照顧，所以就有咗呢一句久病床前無孝子啦。尤其發生古時候嘅農耕社會，呢一種現象就好普遍啦。你知啦，喺古時候解決溫飽先係最重要噶嘛。若然一個家庭有一個年老體弱多病嘅老人要照顧，可能就會成為一個家庭嘅負擔啦。行孝一日容易，行孝多日可能都得，但係若果長年累日去行孝照顧久病臥床嘅老人嘅話，呢一個真係好難得。呢一個係好現實嘅問題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問題要解決噶嘛。除咗照顧久病臥床嘅父母之外，仲要養妻活兒，又要使錢去醫病，又要上班揾錢，仲要照顧自己嘅仔女。時間一長啦，心態會崩潰，甚至會選擇逃避放棄。如果發生喺貧窮家庭嘅話，更加係屋漏兼逢連夜雨，孝子都會變成不孝子，賢妻良母都有可能變成怨婦。原本夫妻和睦嘅，都有可能因為照顧老人而產生拗撬，甚至係導致家庭破裂。咁喺上一代同下一代嘅權衡之間，可能就會傾向自己嘅下一代啦。但係作為久病臥床嘅老人，唔通佢哋又會好過咩吓？佢哋可能仲辛苦，一方面因為自己嘅病感到厭煩、感到焦慮，而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拖累咗屋企而感到內疚。所以呢一句說話其實係雙向嘅，兩邊嘅人都咁心酸。咁久病床前冇孝子，下半句係乜嘢呢？久窮家中冇賢妻。久窮家中冇賢妻，呢句說話喺字面上嘅意思係指，如果一個家庭一直窮，就唔會有賢妻噶啦。再賢惠嘅妻子都抵唔過冇米之炊、冇米落鑊嘅日子。咁若然貧窮嘅家庭，作為男主人一直都不務正業、不思進取，再賢惠嘅妻子睇唔到生活嘅希望，就會走向絕望，性情大變。呢一個就係平時我哋講嘅貧賤夫妻百事哀啦。你睇翻喺生活上，好多人都會選擇愛情而唔選擇麵包嘅。咁剛開始係甜甜蜜蜜，但係經過幾年嘅柴米油鹽燈油火蠟之後，女人就會埋怨老公冇用，揾唔到錢，咁樣就會將一個賢妻變成怨婦啦。咁你再睇翻老祖宗講嘅久病床前冇孝子，久窮家中冇賢妻。前半句係揭露咗現實嘅殘酷，亦都係凸顯咗孝道嘅可貴。老祖宗係想警醒我哋，要多啲關愛長輩。父母對仔女嘅愛係遠遠超過仔女對父母嘅愛千倍萬倍。如果換轉係仔女病嘅時候，父母真係可以做到無怨無悔去照顧。世間上總係慈母多過孝子，所以唔好到咗父母病重嘅時候，我哋淨係識得關愛下一代，而漠視長輩。
唔可以話因為厭煩而將贍養父母當成係累贅，至少喺佢有生之年，我哋要做到盡孝。你可以睇翻個孝字，普通話讀孝，粵語讀孝。孝字上部分就係個老字，下部分係表示子女，就好似長輩為我哋遮風擋雨，而仔女就喺度扶住年邁嘅老人。所以話孝順其實係雙向嘅，一方面係體現到老人對我哋嘅養育之恩，而另一方面就係體現到仔女對長輩嘅盡心盡孝奉養。而後半句就係提醒我哋夫妻之間要互相包容，要共患難，唔好大難臨頭各自飛至得㗎，係咪？只要一家人共同努力，不停咁進步，提高生活質量，保證有好嘅物質基礎，生活先至會越過越好。咩久病啊、久窮都唔係問題，你話啱唔啱呢？咁當然啦，每個人對於呢句說話都有唔同嘅見解，歡迎底下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你又點睇久病床前無孝子，久窮家中無賢妻呢？你又點解決呢？評論區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